来回的滑动，就是轻轻的滑动就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有多年美容芳疗经验的美容师光娜拉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讲一针见血的免疫力的问题。不知道呢，你跟我前一阵子有没有一样的情况，就是一整天下来呢，突然感觉呢自己有说不上来的不舒服，还有说不上来的疲累，或者是一整天下来呢也没有做什么事啊，但是呢就是很想睡。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为什么你需要吃药，因为呢有70%的药呢只是在缓解你的症状，那实际上呢最好的方法还是提升我们自己的抵抗力。在跟大家分享3个如何提升免疫力的重点之前呢，我想让大家检测一下自己如何检视自己的免疫力低下哦。第一点，请先检查自己的皮肤最近是不是有红肿、容易过敏的问题。身为美容师的我呢，经常为客人做脸，所以呢，我如何检测客人最近的身体状况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经由他的皮肤。如果呢，我在清粉刺或者是做任何擦拭保养品的动作的时候呢，如果他的脸上容易出现红肿、过敏的问题呢，那就表示呢，最近他的免疫力降低了。第二种症状呢，就是检测一下你最近是不是有经常性的头痛或者是肩颈僵硬的情况。那这个情况呢，就是代表呢你的脖子有受损了。为什么脖子这么的重要呢？因为脖子它是吸收我们养分的一个重要的通道，也是连接很多重要器官的通道。你想我们每天呢都是呼吸空气的时候会经过的气管，还有我们吸收食物的时候，它也是重要的运送通道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经常如果在冷气房里面的时候，风如果从我们四面八方吹过来的时候呢，第一个会侵入的通道呢，一定都是从我们的风池穴，就是脖子后面这一节开始侵入。所以说，如果肩颈很僵硬的时候，如果你长期不处理它、不正视它的时候它的疼痛就会慢慢的累积、蔓延到我们的头。我们的头呢，有时候呢会突然觉得奇怪，我的头为什么变得这么大？我的脸为什么变得这么大？还有我的头为什么胀胀的？那就是因为呢，我们的颈椎已经开始有受到风邪，或者是呢有长期过度使用的情况呢，才会变成免疫力低下。第3个检测的方法呢，就是看一下你的四肢呢是不是经常性的会手脚冰冷，或者是呢你一到下午呢什么事都没有干为什么我就是很想睡觉呢？或者是我早上呢怎么睡都睡不饱？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寒湿入侵呢，也就是所谓的湿气呢，在我们的体内呢堆积，造成了我们的废物短期间呢无法排除，所以会变得我们身体变得肿胀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我的行动变得很迟缓，我的走路我的脚都变得胀胀的。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重点有70%呢，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今天的第一个方法呢，也就是我们家里的老人家传下来给我的，所以呢，我从小喝到大。气虚的症状，或者是你的体力呢，最近有点低下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提升一下我们的底气，准备红枣、黄芪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可以多准备一点花旗参，放进电锅里蒸煮。1盛1杯当做茶饮，每天饮用。如果呢你感觉当天有一些上火的情况呢，也可以斟酌加减一些菊花。那第2个方法呢很重要，听好了就是呢我们每天呢可以准备一条呢比较厚的毛巾，然后呢依照我现在左边的视频呢看一下，我每天呢就是把它折叠再折叠，对折再对折的方式呢把它围在脖子上。为什么呢我要做这个动作呢？因为医学证实呢，体温呢如果下降1度的话呢，免疫力就会下跌30%哦。所以呢，做毛巾围脖的这个动作呢，其实是在保护你的自律神经，还有让你的神经呢不会短路受损。天呢至少2个小时。如果你是怕热的人呢，你可以在冷气房的时间呢持续使用它2个小时，你会发现呢，你的颈椎呢不会变形的这么严重，然后呢，长期来讲呢，你的颈椎也会跟着变得柔软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呢，有经常性的在滑手机的时候呢，它可以让我们的颈椎呢调整一个姿势，不会让我们长期的头低下来，低头族呢也防止我们呢容易有双下巴的产生。好的，第3点非常的重要，大家一定要做笔记。第3点呢就是艾草温灸，很多人呢
也许有听过，有一部分的人呢，也许你没有听过。艾灸呢，它可以调整我们的阴阳调和，所以呢，以中医学来讲呢，艾灸它是有温阳补气的效果，并且呢，它可以迅速的透过烟渗入我们人体的方式呢，去修补我们受损的身体的细胞。比如说我们的脏腑里面呢，有长期累积的湿气，还有一些毒素，它也能够迅速的分解，并且呢，让它以水或者是空气或者是任何各种形式的方式呢，让它自然的排出来。所以这个跟吃药是完全不同的效果。接下来就是我视频上面现在显示的，我会教大家如何利用温灸的方式呢，在家做居家的操作。那么很多人都会说，哎呀，我也知道温灸啊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缺点，它就是因为有烟，所以呢，我们家不允许我这么做啊。其实呢，有一个小方法、小秘诀可以提供给大家。如果呢，你害怕屋里有烟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找一个就是不需要用到的袜子呢，套在这个艾灸温灸罐上面呢，我们在温敷我们的穴位的时候呢，这样子它的烟呢就会慢慢的不会这么容易的渗出来。好了，那怎么使用它呢？这就是其中一种的艾灸罐。艾灸罐它其实有很多种，我们在淘宝、在虾皮都买得到，还有我们的艾草或者是艾条，你在虾皮的卖场呢都可以搜寻到很多种。好，然后我们在买回来之后呢，首先我们可以将它点燃在艾灸罐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点燃之后呢，放进我们的膻中穴以上。那我们的脖子呢、喉咙这一块呢，主要就是胃经会经过的地方。所以如果说你的喉咙经常有痰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注意呼吸道是不是突然有风邪的入侵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尤其是要注意这一块，千万不要让它受凉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艾草点燃之后呢，将我们的艾灸罐放在我们的膻中穴这一块的附近，让它做温敷的一个情况。你可以稍微让它滑动一下，就像这样子哈。如果呢你觉得呢有点烫的时候呢，好，你可以稍微移动它一下。总之呢，就是在膻中穴以上一直到喉咙这一块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是做温灸的方式，让它这一块的体温呢能够迅速的上升，那并且利用热刺激的方式呢，将这一块的痰淤积的痰呢，让它尽快的化掉。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可以持续多久呢？一般呢，我们可以如果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持续大概10到15分钟就好，因为有些人呢，他体温上呢，或者是他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的时候，他会感觉有点热，怕热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是这一类型容易怕热的类型呢，你也可以一开始将这个毛巾呢先盖在这个区域下面之后呢，然后再利用这个温灸罐呢，在毛巾上面呢来回的滑动，就是轻轻的滑动就好了。让自己呢感觉这一块有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已经有起到它的一部分的效果。那在刚开始几天的时间呢，你也许不会有任何的感觉。那在几天之后呢，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呢，你会感觉呢可能会有打喷嚏、流鼻水或者是咳痰的情况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表示说你这边淤积的一些体液呢，开始被分解，热刺激分解，开始瓦解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体气的提升呢，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哦。现在是正值疫情严重的时候呢，尤其呢需要你长期的坚持下去，才能够做好自己免疫力的提升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坚持啊！想知道如何透过艾灸呢，让自己变美变瘦吗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，请在底下留言+1，让我知道哦。这个频道呢是专门教你变美的各种技巧，请记得别忘了按下订阅以及小铃铛哦。